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在中国大陆最近有一场展会备受关注啊，就是10月15号到17号，那第2届的湾区半导体业生态博览会，简称湾星展，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来参加的有蛮多的国际企业啊，包括像是我们所熟知的艾斯摩尔，还有泛灵半导体、住友化学、日立等等哈。那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新秀新凯来也有参展，而他们旗下的万里眼技术有限公司呢，也在这次的展会当中出现。网络有资料显示啊，新凯来呢，他们是出自于华为2012年实验室啊，是由深重投啊，这个深重投是简称啊，其实它的全称是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全资控股的，它是一家100%国有企业。那么新凯来官网的介绍呢，它的全名是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半导体装备跟零部件、电子制造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不过这个更专业，这个进一步要请姜老师带我们来看啊，因为现在最近提到了半导体，尤其说这未来会是大陆之光的，就包括像北在上海这边有宇生亮，然后呢。南有新凯来，不过新凯来的宇生亮也是新凯来的子公司嘛？来，是先这样说哈，为什么今天会跑出这间公司来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美中贸易战。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先进制程，就是3点，就是我要新材料，我的制程微缩，然后再就是我的先进封装。目前看起来。制程微缩的 EUV， 那美国应该还是目前是不可能卖给中国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新凯来就是想要去突破这个制程微缩的部分。那同时呢，除了制程微缩外呢，我比较快，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能的话呢，我只能走先进封装，走封装嘛哈。新凯来的设备你去看，它其实就是遍布于这几个刚刚提到的3大领域里面去走。它其实你发觉它的产品代号蛮好玩的，就是所有的群山哦，什么赤霞山、武夷山、峨眉山、三清山、普陀山哈，就是有山有佛菩萨什么东西，就世界大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在过去来说，我一直不断的去关心新凯来它到底去推出了什么专利，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它也是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经过10月15号的这个展一展的时候，发觉很好玩的事情，新凯来概念股啊，竟然跌了1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有去看展，他发觉说都是模型。那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他今天是受中国的重点业务也扶植，所以他必须得在很短的期限内拿出一个成绩。那我一直常说，其实，在半导体，它在开发设备，它有一个周期。以某一家公司为例的话，就是我要先3年的 demo， 然后再到他们的那个测试的一个 committee 里面，之后再到3年，3年完之后再试量产，再3年。其实整个设备的研发期程要10年。以台湾来说的话，那新凯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其实中国从古往以来，他们包含很传统的工具机，他们其实都是习惯用逆向的方式。那也许我在短时间的突破没有问题，可是我真的要完成整个子系列的世代的话，我还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所以姜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次展会，新凯来特别有号称说要端出31款新发布，而且要实施量产的。他说未来要实施量产的半导体相关设备那覆盖晶片制造5大核心技术。因为其实刚刚也跟主持人报告，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所以有请人家来看一下说，因为我有去看实际的展啊，他后来发觉都是模型，其实大家我觉得投资者一看啊也是模型，我觉得所以导致说它的整个概念股整个崩盘崩10%。15号到现在。好，不过现在看到说新凯来它的这个股权架构，我们来看因为它是100%的国有企业，然后呢，它号称是拥有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现在已经有100亿订单了所以说650亿的这个估值因为它是外界给它估的这个价值大概有650亿哦。那大陆国产设备国产率就是国产化的这个比率呢，希望从现有的5%要提升到60%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化，也就是呢，大陆因为现在被美国封得死死的当然
也许有漏洞，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到大陆自制晶片的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不断的提高？其实就是在提高自己的自给自足率嘛，哈。那在没有办法进口被美方这样子围堵之下，这个也是必然的现象啊。但怎么样看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新凯来的技术水准啊？因为刚刚姜老师也特别提到说，这次展会当中大家看到是模型，可是也许是他先给大家看模型，但是他私底下，因为他也怕美国人在看，不是吗？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模型啊，不过我想请教主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请问大陆要自主化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觉得呢？当然，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们有非常多的大动作。我先讲有钱人使鬼推磨。请问一下，新凯来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在2012年，当时是哪一家公司里面的实验室？华为。对。他出来之后呢，好，2年后中国做了什么大动作？大扎大基金一起计划1387亿，为了什么？就是要大肆扶持半导体晶片。那你刚刚讲深重投，全资控股。我跟你讲，他们是大量在做。当然，你也知道，当川普在打论1.0版，在打这个中国晶片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版本就是抓着你的 China Creation 2025， 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文本。你要知道，这前一年就是2014年，非常多的大师在2013年他们到德国汉诺伊参加了汉诺伊的自动化会议，回来以后直接跟德国签了中德工业4.0，是这个是他们开始要起飞科技的那个起点。那这个前还有历史，就我那时候也在另外一台哈有台里面讲，在10点在创富新闻每次在讲什么，讲华为、中兴一直被美国挡，为什么呢？奥巴马已经受不了这2家这么厉害的公司一直要吃他们的路由器当做网路，这2家公司他们号称不管华为是不是号称民营，但里面的实验室当中国就要扎钱，所以就把它抽出来，在2012年都在那时候拉出来以后就重资投入。我先跟你讲哈，中国在丢的时候，因为美国就要质押它，所以在2018年质押之后，2019年。他丢第2期的大基金一期，我要去查就知道，2000多亿。现在因为这一次打越烈，才2023、2024打了3000多亿。中国有没有在进步？其实经济可以打，它的规划5年规划可以。科技太难了，就像刚刚讲的说，你制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有钱人使鬼推磨。你看这次接的那么大订单，中芯国际啊，从2001年是台湾人嘛，张汝京股票被卖了以后，带了他德州仪器的一些教会朋友去成立了一个公司跟上海实业，现在25年了。他有没有成就？也有啊！你看那个 Pro 这个 Pro 60，以前那个不是美国商务部长去的时候，华为秀他一个手机，说你也做到7奈米啊。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的技术或良率什么都还是有一点需要考验。我是觉得新凯来，你看这次接到他们的100亿大订单，长江储存、中芯国际，我跟你讲，他们也有算是有个 ecosystem， 也就是他们的产业供应链，其实也已经俨然形成了。是。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想，可能我比较过于乐观，不管模不模型啊。我是觉得这种现象很可怕，也就是他们在，我讲这个清楚嘛？中国是什么？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个社会主义的什么市场经济？是。那这个当然西方会调侃，这个根本不叫市场经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国家集权，国家扎钱就扎钱，国家控股就控股，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哈。没有错，它的很多最高端，像先进制程，刚讲这个制程萎缩这些地方，的确被控制得很惨。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确也很难。但他们在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的进程。比如 H20、H100， 你给我，你不要，你设计了一个算力降到28%的给了我。对，那时候我们还是想要，结果你来以后发现我们也有了，对不对？我们全部把你退回去。你问那个寒武纪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是差不多就把你退回去。现在你辉达啊。只要经过美国认可可以过来，他们几乎也不要了。所以其实技术上面不断的在追求突破哈。那这个技术部分呢，请教姜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科技媒体啊叫做 WCC F 然后 Tech， 他们报道说台积电在台湾本地将会展开1.4奈米生产线的初步建设，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呢并不打算使用艾斯摩尔最新的这个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光刻机，而且呢，在未来研发 A14的时候呢，必须会采用试错法来改进他们的制程啊。那这个部分怎么看？说实在的，我今天如果去投资一个这么贵的设备做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太贵了。光刻机真的很贵。那做出来的 wafer 也很贵。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去看台积电，它的技术来说，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去，比如说什么7奈米可以做到7N，5奈米做5N，他们其实透过他们的自己的制程改良，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那其实1.4奈米我们叫做14A 啦，那也许14A 往下走，才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么先进的光刻机。
那说实在的，那目前来说，我如果能用技术去克服的事情，我觉得依公司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以技术克服为主了。那如果台湾做得到，中国大陆不是也做得到吗？因为主要的话就是还是回到一个点，就是我制成微缩的机器被美国卡脖子嘛。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中美的科技竞争的时候，都是请国家直理，尤其是中国大陆。刚刚聂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国家作为背景，现在美国也看到了，所以川普说，那我美国现在也要来投资我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哈。纽约时报还有路透啊，我们综合他们的报道说，贝森特就是财长呢，在这个 CNBC 啊投资美国论坛上面，他就宣布呢，川普政府要透过增加关键企业的持股，来收紧对战略产业的控制。那现在呢，夯不啷当总共有7家左右的这个大企业啊 ，Russ 怎么看哈？怎么样能够保证啊？因为你今天入股，你的持股比例如果不足以能够去成为这个去 handle 或是决策这家公司未来走向的话，那这持股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太早，真的目前太早，因为美国过去虽然其实很多人认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其实美国有了，尤其是曾经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管是40年左右，那个时候雷根总统也是投资Chrysler 汽车公司了。那2008年，美国政府也有直接来投资一些金融机关，对不对？所以不是过去美国没有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做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那这次虽然有贸易战，但是不是像那几次一个 crisis， 美国就开始投资。还是川普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crisis 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讲了，对不对？Everything is okay， 所以他不会说现在是 crisis， 只要他在执政就不是一个 crisis。那你觉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问题来了，因为川普政府只会执政4年，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上下3年多。那到时候如果这些公司，不管是 MP Materials 和 Intel 等等，如果要增资的话，说他们向他们的股民、投资人说我们要增资了，那如果美国政府也持股的话，那美国政府会拿钱来增资嘛？这是很大的问号。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就是你说未来遇到刚刚你讲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好3年以后、4年以后 ，Intel 突然说因为市场情况等等的因素，我们要增资了。那美国持股那么多，那美国政府会立刻拿钱来增资吗？对，真的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